房是保命符，爸爸過世後，房子被同居人硬占，你要怎麼守住自己的權益？先說結論哦，不管是借名登記還是你要合夥買房，你都記得要簽借名登記協議書，不然以後一定跟你揮不完。嗨，我是買房阿元，訂閱買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們上一支影片聊了沒小孩繼承該買房嗎？如果你還沒看過的話，可以看一下。今天我來跟你討論父母的同居人想搶遺產怎麼辦？父母同居人哦，來，這次我們來聊一個新聞，標題我念一下：父事後就老爸掛哦，父事後同居人不肯搬走，簡訊成關鍵，無償借住期限到女兒奪回。同居人啊哦。這個就是很典型的去吃瓜沒有羹哦。那內容我講一下，就是有一個女兒哦，這個女兒我們叫小圓好了，這樣故事比較好講哦。小圓名下有一間房子，這間房子都是小圓的爸爸在住，然後他爸爸有一個同居的伴侶，說同居伴侶就是沒有結婚的意思哦，然後偶爾來住。然後小圓的爸爸在2022年離世以後，他的同居人就短暫借住為由，就住在裡面不搬走，占用這間房子。怎麼勸他都不願意搬最後鬧上法院哦。這個哦，就是真實的社會就會發生這種事情。那個父母也年邁了哦，那個他是沒講他母親那邊的，應該也是不在了，因為從頭到尾都沒這個母親的角色，就是那個父哦。然後老了以後的第二春還是怎麼樣哦，然後就有一個同居人這樣。好，那這個新聞有趣的地方是說，同居人反正就講同居人哦，霸占房子的。他說這間房子一開始是小圓爸爸購買的，只是以前買賣的方式移轉登記給小圓，所以小圓這名下才會有這間房子。但是他跟小圓的爸爸在過戶以前已經簽了長達39年的租約。店你回他簽40年租約什麼意思？就是要給他住到掛就對了。所以小圓要認下這個租約沒有資格趕他走。OK， 好，官司打完，你要不要猜一下誰贏了？小圓贏了，因為對方並沒有辦法提出租約的證明，而且依照現在民法第425條，這個我先講一下就是你看這個好像也是有人指點，為什麼買賣不破租賃，對不對？所以他們簽了一個超長的租約就這樣那根據民法的第425條，這很無聊，我就不念了，反正就是說你沒有去公證的話買賣不破租賃只有5年的效期5年的效期，就是為了預防之後一簽好幾十年，然後叫買方要硬吞的很惡劣的行徑。所以就算小圓爸爸的同居人他能夠拿出租約，那也沒有效用所以最後的結果當然就是他那個同居人就敗訴，必須遷出並返還房屋。所以你要知道借名登記可能有的爭議那接下來我們就講說這個借名登記可能會帶來什麼問題。那先講一下借名登記的定義指的是實際出資人與出名人的約定，就出那個人頭名字的約定，將財產登記於出名人名下，但財產仍由借名人實際管理、使用、收益甚至處分掉這樣就符合借名登記的定義。最常見的就是爸媽買房子結果是登在子女的名下，或是你的家人有負債所以他說他已經不好貸款了用你的名字來買房子。借名登記本身怎麼樣？合法它不違法但是你要注意的是，在法院判定的時候，會把不動產登記簿上的所有权人推定為真正权利人。所以如果你是借名人你要自行舉證你要說沒有，那個房子錢都是我出的所以這個我才是背後的那個幕後的魔王幕後的老板這是我的房子我只是用他名字而已那你只是憑水電費、管理費的收據等等居住事實，這個證據都很薄弱。薄弱的意思就是說，就看你遇到的法官那認不認這樣。之前有一個很特別的案例判例那就是媽媽要將唯一的一棟房子贈予給大女兒，但是因為怕親戚說閒話偏心她就借名登記一半給小女兒，所以這間房子在不動產登記簿上的所有權人同時有大女兒跟小女兒等媽媽過世了以後，大女兒就要求那個小女兒，就姐姐就叫妹妹說你要還給我，返還另一半的所有權。那小女兒就每個人不願意两姐妹打官司，最後因為大女兒拿得出各種單據，什麼維修啦、管理水電都是因為她跟她媽媽住在裡面
實際在居住，最後法院判小女兒不當得利，這間房子歸大女兒所有。這樣好，那你說是不是我遇到同樣的情形也是這個判例？不知道這真的就是很看法官。最後你要知道你要怎麼防範借名登記無效最後我們就來討論說，如果你因為資產配置的關係，你想要做借名登記你怎麼樣可以把風險降到最低？首先當然是雙方要簽好所謂的借名登記協議書這一定要寫。協議書上要清楚的列清楚說購屋的資金來源、房貸支付方式跟誰支付、跟權狀保管人是誰，以及日後解除借名關係時處理的程序，就是寫得越清楚越好。如果你不知道怎麼寫我影片最後都會介紹一個律師事務所那在高雄，那很專業，反正我們現在有房地產問題我們都問他，你可以加 LINE 先諮詢看看。那除了寫借名登記協議書以外，我也建議你要去辦所謂的預告登記有預告登記的話，他想要轉賣、抵押或是怎樣都要卡在你這一關，就是你會收到通知，你就不用擔心說錢都我出的，但是他的名字就他拿去歐北部，你知道。然後再來是繳稅的單據要好好保留，最好是從你自己的賬戶直接轉出去的，這樣證據的力度最高。然後權狀一般來說會有土地跟建物反正就是交屋的時候代書那一本那是正本那你要放在自己的手上。這一些事情你都有做，安全性會提高很多。我還是老話一句房地產的錢都是大錢如果你会怕，你一定要去找律師諮詢清楚再說。你就花個幾千塊諮詢費那保護你這幾千萬的房地產的財產，也換到你一輩子的心安理得，這是非常值得的事情。不要去省那個，叫你自己考律師你也考不上我以前也会有那個这跟律師問一問我就要付錢的這變態的想法，但是我後來轉念一想，反正我也考不上，你去脆上看看律師考試及格的他拿到那個律師證的，你去看他們多酷啊！那個他們都會拍一張照這書從地板堆的比他人還高好幾疊然後最後考過了，那個叫我來我沒辦法，所以尊重專業就諮詢他。而且你以為很難解的題目，我跟你說那個房地產相關專業律師天天都在解，那個都有 SOP， 去問就知道了。講完了，我們整理一下，今天我們聊了父母過世後同居人不願搬離房屋引發的財產爭議。透過新聞案例，我分析了借名登記可能產生的法律風險，包含當事人必須舉證房屋資金的來源跟實際所有權的爭議，並建議降低借名登記風險的方式，例如你要訂定明確的借名登記協議書辦理預告登記，妥善保留繳稅的單據，還有房屋的權狀正本那些東西都要保留在自己的手中。房地產的金額很龐大，而且它的法律那個勾來勾去很繁瑣，你就是要有專業律師的協助幫你規劃出一條清清楚楚的路才不會有什麼問題。你不要自己想自己對我覺得應該是这樣就好你改天翻車翻的就是你这種車找律師啊，我以前也是自以为那自從那個找律師諮詢規劃豁然開朗所以他可以打很多補丁然後讓你以後真的你只要處理這方面的事情都不會怕，反正律師那邊都有 SOP 真的還有什麼意料之外的狀況，放心你還有律師就是這樣保障自己的財產跟心安。最後我想問你，你認為借名登記可以怎麼保護自己的財產？A. 要找信任的人B. 找家人就好 C. 不要做都沒事對講八卦之前先打個岔長期看我的朋友都知道，高雄置產要找誰？找台灣房屋美術之星店林店長，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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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個 go， 免費的那每隔幾天你都可以看到一些有增值潛力的房子被 po 出來。那跟我說好友已經加到超過7000人了，真誇張。那想置產台北市、新北市的朋友，就加台北101蕭店長的 LINE， 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買台北這樣。那讓蕭店來幫助你成為天龍人。跟我說已經超過2000人加入了趕快加，越早加入越早挑案件。買了雙北你想要裝潢，你就找漢一室內裝修裝潢找誰不是找，就是怕被當盤子敲嘛。我就推薦漢一陳老闆，反正問不用錢，小老鼠漢一HANYI 漢一，你想要只做一間廁所的翻新，這都可以反正你先問，拍照傳過去，去丈量討論之後再說。漢一很有實力的，資訊欄裡都有連結。那你看全台房市冷淡中，高雄的重大建設卻一個都沒有停
那你不趁現在挑房子，你是要等重大建設落成以後，你去搶貴的，你才高興是嗎？加入買房阿元的 YouTube 頻道會員，我把高雄自產增值的寶藏都埋在那裡了。如果你是蘋果手機，你記得你要用網頁來加，你不要用那個內建的 App 來加，不然會被多收蘋果稅。反正我就一直研究一直拍，那能拉抬房價的高雄市蛋黃區重大建設，那有阿元看房系列，就直接帶你去看會增值的房子是長什麼樣子。現在加入就能獲得幫你整理的高雄重大建設都不用猜我自己也有買高雄，所以你放心，你看到的真的就是我自己正在身體力行的功課。現在就加入買房阿元的 YouTube 頻道會員，馬上加，馬上開始抄作業。最後提醒你，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你買在重大建設旁邊配合政府的公益出租人的政策，做個好房東，守住房子，自然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剛看 YouTube 的後台有 74% 的觀眾朋友都在看而已，沒有按訂閱就這樣還有55000訂閱，那就麻煩你幫我按訂閱，應該不久後就10萬了。10萬有什麼好處這樣我就會比較爽對，按了嗎？按了好，感謝你的訂閱，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講八卦，我跟你講，那個借名登記現在主要的糾紛都發生在哪邊？像我今天前面影片提的這種家人之間那個都還好。這種借名登記的糾紛，一拖拉庫都出現在哪裡？人頭就要炒房嘛。然後他要炒房怎麼炒？他自己的一屋首購用完了二屋5成，他就效率不好不想用，所以他就去外面找人头。找人头以後就是借名登記，因為那個人头首购還在，然後甚至還有8成，還有性侵案，馬上就去找。找完以後什麼糾紛呢？那就變成說他炒房，然後什麼房貸什麼都他在繳，然後那個出租就出租租金也是到那個金主手上就都這樣子處理。那個借名登記真的就是出一個名字，然後就拿錢沒拿多少錢，一年多少錢？行情的話10萬看有沒有吧，就是這樣我也說了，性侵案一生一次當然你用性侵案你就不能出租嘛那性侵案一生一次或是什麼首購的資格，我跟你說現在一放5年，5年當中這個人頭他自己也會有很多的變數，比方說他工作會異動，比方說他突然也要買房了，然後發現他的首購被你用掉，又要吵架了那一頭拉苦的糾紛發生在哪裡發生在房價漲了以後怎樣？那個人頭不想還呢，他想要吃那些房子就會假一間因為他現在漲價啦一看就我也出租呢我不甘願只拿那個人頭費所以我要看怎樣再撥你個100-200萬下來，都是這樣這也不是說你看你就是要到外面找那個陌生人吧你看我都找我自己認識的，我是同學不是這樣。我的會員影片一直都有，反正你有看我会员影片你就知道我沒有在做什么人头買房这種事情但我知道市场中有一堆人都在這樣子做。我跟你說，市場現在是不缺錢的狀態，金主都不缺錢，股票3萬點怎麼會缺錢？現在股票缺什麼？缺資格什麼資格？人頭首購的資格，這是最缺的東西。所以這個我自己是認為我的目標是老了有房也有錢那固然使用人頭會加速達成的情況，但是我就不想了我是真的我就不想了。我對我自己的眼光很有信心就是我会影片拍的那些，那也不是說什麼我眼光厲害，那重大建設就正在蓋，我只是買它旁邊的中古屋，這有什麼問題？只是說不要我真的是呼籲不要去搞這種事情，就是去用人頭，然後再來防人家背刺東搞西搞這些東西，就自己的財產自己來確保就好了。其實政府現在給你的版本現在第7波信用管制之下就是說一對夫妻大概就是4間滿了，這輩子就這樣了。第一個老公自己的首購1間8成，第二個也不是老公的二屋，第2間會是老婆的首購然後再來就湊，然後就低總價的老公的二屋然後低總價的老婆的二屋，到3屋4屋就不會了甚至你要到第3屋第3房当然用到老公的第2屋5成的時候，就不如去買股票了這就是政府現在在打的布局，就是錢要從樓市裡頭驅趕到股市裡面去像我們這種循規蹈矩的人就是在變嚴苛之前能上趕快上，都在合法的狀況之下。好，
那當然我們現在還要新增，我又不借助外力人頭，我是資產還要再往上走是困難的啊，困難，我的想法是困難就困难哦，就是這樣。我真的是不要去摸到那些什麼有的没的人頭的事情，然后搞得跟可能以前同學反目成仇啊，還是什麼，我們聽好多好多了，沒必要啦，真的是沒必要。所以我也奉勸你就乾乾淨淨的哦，那就顧好自己的財產就好，也不用對誰負責。人頭哦，在要拿你的人頭費的情況之下，什麼都跟你說好。可是這是要放5年的事情，5年的變數真的很多。本來沒結婚的，突然就在那邊女朋友懷孕要結婚，結婚要買婚房，你要換登記人，然後什麼有沒的，就麻煩。然後房價好沒漲都沒事，漲了以後發生什麼事，他也要分一杯羹，然後就在那邊想方設法要敲你個100-200萬，他不幹很麻煩啊。那你為了房地產的獲利，你去搞這個東西，我就認為有一點玩火了哦，我是非常的不建議去幹這種事情哦。我們就是做我們自己的，來形成一個我命裡有就有，命裡没有就算了哦。不可否認，在早年甚至是現在，你敢用大量人头、大量首購人头用借名登记去發動、去累積房地產，都會有非常可觀的財富。但他們要處理的那種雜事情也是很多哦。不可否認這個是財富上真的是加速的程度，而且還合法但我自己的潔癖就是我不要房地產在這邊我能自幹我盡量自幹，自幹最乾淨了，乾乾淨淨，反正成敗我自己負責。雖然我會員影片拍那麼多重大建設或什麼，但是我都沒有，你看我有賣課程嗎？沒有啊。你看我收會員嗎？不是這樣講我講的會員是那個 YouTube 頻道會員，你就買了就看得到會員影片的這個會員，而不是像那個一些老師在那邊收徒弟那跟着我買或什麼你看我有開什麼建商預售屋的那個嗎？沒有，我還是很自幹的人，就是我對我自己負責到底就好了，我也沒有要登高一呼，大家跟着我一起去買個屁我不敢做這種人。反正房地產這麼私密這你身家財產這麼大的錢，我們要求2個字，穩健穩健為前提。所以借名登記幹嘛？我怎麼不知道？那個我都會，我不敢做，我不願意做你說做了以後這個可以提早可能到20年退休，有什麼關係？那我就慢慢來嘛。真的退休以後到底要幹嘛？還在想所以沒關係，就慢慢來穩扎穩打，一步一腳印，這樣子最安全，這樣子最穩健，這樣子你距離現在到你老了有房也有錢，中間的風險才是最低的狀態。這樣有沒有苦口婆心？還是你就是要不然賭一把親家朋友同學拉來，然後看他怎麼衝都可以那你就是先找好律師吧，然後等律師的條件一出來，你看那個人頭敢不敢跟你簽，都是問題我個人認為沒有什麼必要，就是做自己的就好。來，你認識律師朋友嗎？沒有的話，你馬上就要有了。我在高雄好不容易才認識的超強律師朋友介紹給你，聽好婚前財產分配、婚後財產分別、買賣房屋糾紛、買到漏水屋、買到凶宅、預售屋廣告騙人、前屋主不肯搬走、仲介隱瞞事實、擔心合約有陷阱、樓上漏水不修、遺產分配不公、贈與小孩房子、擔心房子被詐騙、借名登記不肯還、遇到裝潢蟑螂、驗屋驗到想告人、室內裝潢糾紛、法拍屋糾紛、車禍賠償糾紛、家人遇到詐騙、土地被霸佔、遺囑相關問題、對付2鄰居、對付2房東、對付2租客。剛念的有中一個你就加了馬上就問。賴的 ID 是小老鼠 low help， 小老鼠 LAWHELP 加就對了，不要拖，法律事情越拖只會越難處理。祝你順利。